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4年3月7日，92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宣布与67岁的俄罗斯退休女科学家订婚，婚礼预计在明年6月举行。这将是默多克的第5次婚姻了。有意思的是呢，这位准新娘是邓文迪的闺蜜她妈。你说离婚10年的前夫续弦还能在自己的触及范围内，不得不说邓文迪的闺蜜圈真的是强大。这位一路从中国小城走出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驾驭男人的技巧，成为全球刮目相看的大女主可以说在海外的华人当中是个相当独特的存在。她一反传统温柔的亚洲小女生形象，活跃张扬，咄咄逼人，非常强势。有人说她惯于小三上位，精致利己，没有底线；有人说她敢打敢拼，敢爱敢恨，活出了自己，只要老娘爽，你们爱谁谁。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经常处于风口浪尖的时代大女主邓文迪。邓文迪是山东人，19岁到美国留学，31岁嫁给传媒巨头默多克，在2011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夫人榜上位列第5，算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名媛。邓文迪在西方社会中名噪一时的高光时刻是在2011年，当时呢，默多克在英国议会接受听证，一名抗议者不讲武德偷袭默多克，邓文迪原地娇妻变悍妇，掌掴偷袭者，挺身护肤的事迹红遍全球。作为国际名媛呢，邓文迪的朋友圈更是星光熠熠。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纽约时尚大魔头 Anna Wintour， 好莱坞明星妮可基德曼，马斯克的妈妈 May， 还有什么约旦王后啦、俄罗斯寡头啦、国际超模啦、硅谷高层啦等等等等，都与她交往甚密。而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呢，还是邓文迪生命中的男人们。除了默多克，还有大他30岁把他搬运到美国的前夫大叔，遇到默多克之前的美国男友，因绯闻导致他离婚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他口中得不到也不可惜的 Google 前 CEO， 还有稀里糊涂躺枪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有钱有才又有颜值的年轻小提琴家，还有小他20多岁的匈牙利模特。今天咱们就以这些男人出现的顺序为主线，串联出邓文迪的人生轨迹。我们能看到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不同男人的选择，也正是通过她或偶然遭遇或精心选择的这些男人推动着邓文迪来到了今天的位置。这要多说一句因为网上关于邓文迪的内容呢，尤其是中文的内容，很多以讹传讹，甚至是用想象在编故事。我们所讲的内容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力求真实，尽量提炼出了出自他本人或者经过求证的内容，请大家放心观看邓文迪呢，1968年12月出生于山东济南，原名邓文革，家中4个孩子，他排行老3，爸爸在机械厂担任厂长，妈妈是工程师。小时候因为爸爸工作调动，全家从山东搬到了江苏徐州，后来又搬到广州。邓文迪17岁的时候呢，顺从爸爸妈妈的意愿，考取了广州医学院。上个世纪80、90年代全中国盛行出国潮，地处改革前沿的广州气氛尤其浓厚，很多年轻人梦想着出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借此改变命运。邓文迪也是这样。他对学医的兴趣不大，反而花大量的时间去学英语，找各种机会去练习，梦想着有一天也能走出国门。然而那个年代呢，出国并非易事，尤其对邓文迪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大学生来说，除了勤奋学习就是寻找机会。而邓文迪找到的第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好心的男人，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Jake Cherry。这位大叔呢，本来是带着妻子和2个孩子被公司派到中国来协助建厂的。在他们的翻译介绍下，邓文迪就认识了夫妻俩。妻子 Joyce 呢，还热心的帮邓文迪辅导英语呢。也是在那个时候，邓文迪给自己改了名字，把邓文革改成了洋味十足的邓文迪。邓文迪和 Jake 一家的友谊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质变的转机，他呢，却给这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Jake 的妻子 Joyce 为了孩子的教育，带着孩子先回了美国，留下来的 Jake 呢，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邓文迪1对1的接触。不久Jake 就告诉妻子，他想帮助这个上进的中国女孩到美国求学。善良的 Joyce 呢，于是就帮助邓文迪填写了各种表格。1988年，19岁的邓文迪放弃广州医学院大3的学业，在 Jake 夫妻的资助下来到加州，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经济系。Jake 呢，不仅资助邓文迪的学业，直到他经济独立，还提供食宿，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和5岁的小女儿睡上下铺。就此邓文迪开始了在美国全新的人生篇章。
邓文迪搬来后不久啊，女主人 Joyce 就发现了丈夫私藏的秘密照片，是邓文迪颇富挑逗性的美照。她还发现这两人时常会同时消失。如梦初醒的女主人立刻下达逐客令，试图将这个闯入自己生活的女孩给赶出去。可惜啊，为时已晚，老 Jake 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邓文迪。邓文迪被驱逐后呢 ，Jake 也随之搬出，随后跟 Joyce 离婚。1990年，还在读大学的22岁的邓文迪和53岁的 Jake 注册结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结婚仅4个月后 ，Jake 就发现他的新婚妻子移情别恋了。对方呢20多岁，身材高大，经营着一家进出口公司，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总之，老 Jake 清楚自己跟这个新男朋友啊比不了，那人跟自己的这个新婚小娇妻看起来明显更加登对啊。我们不知道 Jake 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也不知道邓文迪是如何完美处理这个尴尬局面的。总之，邓文迪一直撇开老 Jake 和新男朋友在一起，而老 Jake 表示他依然很爱邓文迪，而且明白他只是把自己当做父亲的角色，愣是又忍了2年。等邓文迪呢稳稳地拿到了美国绿卡以后， Jake 才跟他办理了离婚。这一路看下来啊，不得不说 Jake 真是个好心人，尽其所能地帮邓文迪实现了美国梦。不过他自己任打愿挨没得说，怎么看更委屈的都是他的前妻和2个孩子呀。他们引狼入室，莫名其妙的丢了老公，没了爸爸。这个自己呢，也不过留下了个邓文迪前夫的纪念。不过啊，自打媒体知道邓文迪的这段黑历史之后，就纷纷想挖出 Jake 的更多情况。这个呢，从来是闭口不答，到如今全网连张本人照片都找不到。态度如此之坚定，是人品过硬，还是爱之深切？要么就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手眼通天有所行动。总之啊，邓文迪的这第一个男人就这么黯然离场了。咱们现在来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从老 Jake 身边抢走了邓文迪，或者说是什么人让邓文迪肯为他甩掉 Nice 的前夫大叔呢？他的名字呀叫 David Wolf， 咱们姑且叫他狼先生吧。就像前面提到的，他和邓文迪看起来很是登对，2个人是在邓文迪还在加州读大学期间认识的，年纪相仿，身高般配，一个认同西方生活，一个喜爱中国文化，而且呢还都有经商头脑。邓文迪渐渐在美国立足，身边有这么一位本土男朋友，大大的帮助了他适应和融入美国的生活。2人在一起5年，你侬我侬。邓文迪长期以来对朋友介绍说这是她老公啊，再次心疼Jake大叔一秒啊。那么这么合适的2个人，后来为什么没有终成眷属，而是分道扬镳了呢？那是因为邓文迪他又飞跃了。上次飞跃可以说是从中国来到美国，这次飞跃啊是进到了名校耶鲁读 MBA。邓文迪在加州读大学的时候非常聪明勤奋，因学业突出，被老师称为超级学生。不仅如此啊，他还很擅长社交，认识了不少商界人士。为了经济独立，他做起了各种打工人，装外卖、卖化妆品，也会操着中国口音严重的英语啊，给到美国访问的各类中国访团做翻译。借此呢，还认识了不少的华人名流，其中就包括彼时已经跟体操王子李宁公布了恋情的陈永岩。那时的陈永岩已经从国家队退役，在美国创业，开办了李宁国际体操和舞蹈学院。上学期间呢，邓文迪就经常来这打工，毕业后直接过来担任了经理。不难想象啊，通过跟美国社会的接触，邓文迪看到了自己可能拥有的更大的舞台。那么究竟怎么能够登上那个舞台呢？进入名校读 MBA 无疑是条跻身精英的捷径。男友郎先生显然对邓文迪的这个梦想非常支持。有消息称啊，正是郎先生和他的母亲为邓文迪支付了高昂的 MBA 学费，而邓文迪呢，也的确有能力，靠着自己在加州大学的优秀表现，拿到了老师的推荐信，顺利入学，成了耶鲁的 MBA 学生。在耶鲁读 MBA 的邓文迪接触到的人群开拓的视野与加州时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原本看起来很般配的郎先生，此时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加州在美国西部，耶鲁在美国东部，2个人的感情也没有深厚到能够承受得起这么远距离的恋爱。事实上，邓文迪入学耶鲁后不久啊，2个人就分手了。而跟老 Jake 一样，郎先生也是对他和邓文迪的过往三缄其口。我们不知道是谁登了谁，或者说是谁辜负了谁。我们只知道啊，郎先生后来迁居北京，他的朋友说他对这段感情受伤至深啊。
接下来终于轮到默多克出场了，这可是把邓文迪推上人生巅峰的男人，咱们可得多说两句。默多克呢，全名叫 Rupert Murdoch，1931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比邓文迪大了37岁。他算是个富二代，爸爸经营着澳大利亚的几个小报。默多克年轻的时候呢，被爸爸送到英国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学哲学、政治和经济学。22岁的时候，爸爸突然去世了，默多克就从英国回到澳大利亚接管报社。由于抓住了报纸盈利的精髓，默多克的事业大获成功，把接手的时候快倒闭的小报社做成了澳大利亚最大的新闻集团。那它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3S： Scandal, Sport, Sex， 也就是刺激读者去阅读，用超大醒目的标题报道那些让读者热血沸腾、好奇心爆棚的内容。新闻从业人员讲究的是真实和公正，这3S 不知道被多少人唾弃，但默多克完全不管，靠着他一路开疆辟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另一个成功的利器呢，就是大规模收购了澳大利亚的很多媒体。在30多岁的时候，又开始进军国际市场，先是在英国买来之后，靠着3S 来经营。他这个套路非常成功，臭名昭著但火得不行的小报《太阳报》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收购的时候呢，《太阳报》就是个快破产的小报。经过默多克的3S 大改革，整个报纸充斥着大量低俗煽情的内容，经常调侃政治人物，更是在每版第3页直接上裸女。表面上绅士有礼的英国民众对此是趋之若鹜，使得这个小报一度成为全英销量最高的报纸。40多岁，默多克进军美国，收购大量报纸。到了50多岁，默多克已经成为了全球媒体大亨。他不再专注于报纸，而是把目标锁定在了新兴的多媒体领域和迅速崛起的亚洲市场。1993年，默多克收购了香港星空卫视，对亚洲市场势在必得。3年之后，邓文迪来到了香港星空卫视，开始了他们的故事。邓文迪的耶鲁 MBA 读了2年，学校要求要有一次实习，他呢正好申请来到了星空卫视做实习生。这要插一句就网上流传说他是砸钱买了头等舱的座位，巧遇星空卫视的 COO Bruce Churchill， 一番热聊之下拿下了当初的实习职位。而事实上，根据 Bruce 本人所说呢，人家是在洛杉矶的时候接受了一个耶鲁校友朋友的推荐，才给了邓文迪这个实习机会。无论如何吧，邓文迪去香港实习了，表现很好， MBA 毕业后直接就过来工作，上来就做业务发展的副总裁，负责开拓大陆的业务。那时的邓文迪29岁，高高的个子，短短的头发，雷厉风行。用当时同事的话来说他自信、乐观、勇敢，很受欢迎。工作的第2年，作为母公司大老板的默多克来到香港星空卫视，为公司的新总部揭幕。在员工致辞环节呢，大家都对这位大老板各种的阿谀奉承、拍马屁，而一向咄咄逼人的邓文迪却直接问他：为什么你们在中国的经营策略这么糟糕？房间里是一片寂静然后呢，默多克做了回答，但是邓文迪却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解释。然后默多克又回答，说完还问邓文迪：你满意了吗？邓文迪直接来了个 no。 分公司的高管当众质问总公司老板，这么刺激的剧情，这么犀利的年轻女孩，怎么能不给老默留下深刻的印象呢？要知道那个时候默多克66岁，事业非常成功了，他干劲儿十足，满脑子想的都是拿下亚洲市场。可是呢，大肥肉中国就是关着门不让你进，搞得他无计可施。在家庭方面，结婚30年一起打拼天下的妻子早就跟他形同陌路，各奔东西了。一个住在洛杉矶颐养天年，一个住在纽约每日打拼。妻子表示受够了他那永动机式的步伐，不支持他的全球扩张，非常希望他早点退休。而默多克表示呢，妻子家里头那些活动很愚蠢，他没有兴趣参加。现在好了，来了个比他还永动机的干劲儿十足的年轻女孩，身材高挑，朝气蓬勃。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是中国人，还是个对中国市场有野心、有见解的中国人。这一切似乎是上天的安排，正是默多克打开中国的那把钥匙老默怦然心动，几个月以后再次来到香港，需要一个翻译陪同去上海。邓文迪的老板马上就心领神会，安排了他去陪同。这一趟出差回来之后，默多克直接告诉邓文迪的老板，他是我的人了，文迪不用去你那上班了。自此之后，邓文迪的名字和默多克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I asked her, and she said no. And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persuade her. 有人说邓文迪是贪图名利，勾引老莫，小三上位。虽然说小三上位这个事儿，邓文迪之前就干过，但这次和默多克在一起呢，还真的跟上次不完全一样。咱们来分析一下啊。之前说过，老莫和妻子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而遇到邓文迪，默多克是打心底里喜欢，不排除是他想和邓文迪在一起。邓文迪呢，虽说在之前的婚姻中踹了老 Jake， 选择了年轻的郎先生，但面对亿万富翁，年龄啊绝对不是问题。在承诺婚姻的前提下，邓文迪和默多克走到了一起。英国媒体立即开始挖苦这个新恋情。Punch 1999年2月的封面故事标题就是默多克的情妇，诱惑大人物的女人的秘密生活，吃伟哥的默多克跟中国美女约会啊等等。可是呢，人家当事人根本不在乎，两个人在一起非常开心。当时的一个同事就说，他们咯咯的笑，就像热恋中的青少年一样。默多克啊，真的是深深地迷上了邓文迪，他立刻着手离婚，为前妻支付了17亿美金的天价赔偿，急迫地把邓文迪给娶进门。于是呢，1999年，在离婚办妥17天后，默多克和邓文迪在私家游艇上举行了婚礼。婚礼的场面不大，只有80几名宾客，但新郎默多克进行了长篇发言，说自己有多么的爱邓文迪，要照顾她直到永远永远。至此，中国姑娘邓文迪走进了全球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了世界新闻霸主的中国小娇妻。我觉得我老公特别容易相处，什么事儿都会让着我。啊，这文化要学到。他两个儿子结婚的时候，他给他爸爸给儿子的那个就是一些好的主意，怎么样维持好的婚姻，就说你要老婆说什么事儿都是好的，都要听。My life is working for her. 不少人说啊，邓文迪是出卖爱情，为了权势利益嫁给又老又丑的默多克。这样下结论啊，或许为时过早。邓文迪当然喜欢权势利益，谁不喜欢呢？但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也是仰慕默多克的。默多克的权势和威望让他自带光环啊，而他一路打拼开创出庞大的媒体帝国，自然也有他的魅力和传奇。年轻的邓文迪也许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进入这么高的权势和财富领域，但对于带他进来的人，一定也是深怀感激的。更何况默多克对邓文迪的喜爱和宠爱从来都是实打实的，没有心动也有感动。邓文迪爱上老默多克，其实不难理解。可是理解归理解，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女孩嫁给大自己37岁的美国亿万富翁，自己有小三黑历史，还直接导致了亿万富翁的离婚，这样的标签邓文迪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婚后初期，正如默多克所希望的，邓文迪把自己的聪明头脑和旺盛的精力都用在了经营自己的婚姻和支持老公的事业发展上。首先是通过试管婴儿连续生了2个女儿，这是邓文迪唯2的孩子，也是默多克的第5个和第6个孩子。有了他们家庭更加美满了。邓文迪在默多克的家族企业中呢，也更有保障。邓文迪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购置和装修他们的几处豪华居所，把他们打造成默多克和自己召集名流聚会的场所。他也开始辅助星空卫视进军中国市场。不过由于中国新闻市场的特殊性，星空卫视一败涂地。后来呢，默多克收购了当时的社交流量王 MySpace， 邓文迪再次出马，出任中国首席策略官。只是这一次也很不成功，不仅中国市场没搞定，美国市场也出现了重大的战略失误，迅速被 Facebook 压制，收购5年后被迫大亏本的卖掉了。虽说开拓中国市场没能成功，但邓文迪在精英社交领域大展拳脚。作为中国人嘛，邓文迪一直很重视搞关系，他向各路精英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参加聚会，为他们提供感兴趣的人脉和机会。就算邓文迪有所谓的坏名声和坏标签作为全球媒体大佬的爱妻，他所拥有的资源还是很多人都不可企及的。那各行各业的精英们自然深谙此道能被默多克的妻子邀请成为他的密友，有着很现实的利益。而且邓文迪确实也热心、开朗，也有趣。他热衷于参加各种商界时尚界艺术界的活动，也喜欢帮助自己的朋友。那举个例子，川普的女儿伊凡卡的老公就是邓文迪给撮合成的。
伊万卡家的小孩都去学中文，也是受到了邓文迪的影响和帮助。他呢还找时尚大魔头帮他的穿衣打扮出谋划策，拉马斯克的妈妈拍视频，定期在自家的豪华农场举办女士之夜聚会等等。总之啊，在默多克夫人的光环下，邓文迪成功打造出了一个全球顶级的豪华朋友圈。除此之外呢，他还跟富商妻子闺蜜成立了电影公司，找来了各路大咖拍了个电影《雪花秘扇》，主演呢是金刚狼休·杰克曼和李冰冰，还有全智贤。电影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甚至拉来了默多克在中国出境，一起接受访谈。不过最终的票房很一般了。邓文迪呢还跟其他的朋友一起搞了个网站，专门帮助不出名的艺术家卖自己的作品。因为邓文迪的媒体曝光率一直不低，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转变。1999年刚结婚的时候，他留着清新的短发，看起来呢有点羞涩，经常是小鸟依人的依偎在默多克身边。然后这画风一点一点的就变了，越来越时尚，越来越张扬，越来越凌厉，越来越大女主。时间到了2011年，邓文迪的一次强势出击为他迎来了满堂彩。那一年默多克因为新闻集团窃听事件在听证会接受盘问，颜面尽失，偏偏又来了个搞事儿的，突然窜出来，打算把一盘子的剃须泡沫给糊到老默脸上。那真给糊上了还了得，这大招一出就沦为全球笑柄了。默多克的大儿子当时就坐在老爸旁边，什么都没反应过来，就知道惊呼。还是老默身后的邓文迪反应奇快，他飞身站起，一个大巴掌扣杀过去，把泡沫全给糊到了肇事者的脸上。大家从一片惊呼中反应过来之后全都在盛赞老默的中国小娇妻果然够果断，够彪悍。此次勇猛护肤的事迹在网上传开之后就有媒体称，邓文迪结婚12年后，终于让这个婚姻有了合理性。可惜就在2年后，这段刚刚合理的婚姻就戛然而止了。2013年初，一直表示深爱邓文迪的老默，在没有通知邓文迪的情况下，突然向法院提出离婚。据老默自己有意透露离婚是因为无法再忍受邓文迪出轨，而出轨的最主要对象竟然是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新闻人士也被称作无冕之王，因为谁掌握了话语权，就可以控制权力。默多克无疑是英国最具权势的无冕之王，自然和政界的关系紧密，而他和布莱尔呢又是多年的朋友。不少人认为正是默多克把布莱尔推上了首相的宝座。这么多年的合作也使得布莱尔和默多克的家人来往密切，他是邓文迪大女儿的教父，和邓文迪自然也交情不浅。布莱尔呢大邓文迪15岁，1.8米几的个头，身世儒雅，头上还顶着英国首相的光环，是当时不少女性的梦中情人邓文迪呢也对布莱尔非常欣赏，两人来往不少。于是默多克前妻的子女以及家里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这两个人有猫腻儿。老默听多了闲话，心里也嘀咕，就找工作人员来调查，还黑了邓文迪的email，甚至翻出了他的私人日记。那这一查可不得了，老默是心灰意冷邓文迪不仅跟布莱尔频繁通信往来，日记里更是明晃晃地写着布莱尔腿长屁股翘，我爱他的蓝眼睛，爱他在台上的风采。那两个人到底有没有事实奸情，那是一滩浑水，没法搞清。邓文迪精神出轨倒是很能让人想象，毕竟那时老默已经82了，满脸皱纹，当年的光环和仰慕经过14年婚姻的研磨早已经淡了。而邓文迪呢，44岁，正是虎狼的年纪，就像当年绿了老 Jake 的狼先生一样，儒雅的前首相的确看起来更有魅力另外邓文迪这10几年变得越来越强势，她原本就是大大咧咧的大女主风格，不知道是被默多克的宠爱泡晕了，还是在备受嘲讽的上层社会中加厚了自己的铠甲。邓文迪的强势渐渐演变的让人有点不舒服，她对家里的工作人员动辄大吼大叫，对老默也越来越不尊重，常常是当面呵斥，有一次甚至把80来岁的默多克推倒在地上。默多克呢一直隐忍，没想到妻子是变本加厉，开始不断的把眼光放到更年轻更有魅力的男人身上去。如此欺凌，如此嫌弃，老默恼羞成怒，坚决离婚。邓文迪呢也深知老默的风格和实力，虽然表示很震惊很无辜，但是一点也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5个月就谈好了离婚条件，开庭10分钟就签字完成，末了
还去殷勤地亲吻了老莫的脸颊告别。虽然走出法庭的黑脸，上了各大报纸头条，但还是尽显了聪明女人的得体和识物。而这位男神布莱尔呢，自始至终则完全否认和邓文迪的恋情，两人以后也再也不敢有任何交集了。另外加一条就是关于布莱尔的那个日记呢，媒体其实还爆出了邓文迪的另外一条日记，是关于 Google 的前 CEO Eric Schmidt。Eric 呢，显然没有布莱尔那么招人喜欢。日记里就说到Eric 的女朋友 Lisa 永远不会有我的风采和优雅，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Eric 看到了我是如此有气质，既梦幻又年轻，又酷又特别，时尚还有趣，而他就是得不到我。我从来没有因为失去他而感到悲伤，而且他真的很丑，没吸引力，又胖，一点都没范儿，还想着穿时髦的衣服。我反正是很庆幸没有跟他在一起啊。不知道 Eric 到底是因为跟他出轨后拍拍屁股走人了，还是压根就没搭理他的诱惑，让他恼羞成怒了。总之看了这条新闻估计心里头得五味杂陈。离婚后呢，各大媒体对邓文迪是完全不客气，各种讽刺挖苦，把他描述成小三上位、终得恶果的可怜虫。邓文迪呢，虽然没有像默多克的前任一样分割10几亿家财，但是豪宅现金少说也有几千万。同时呢，他也没消沉，而是继续在顶配朋友圈中保持活跃，也继续去搞投资、搞艺术。离婚3年后，默多克突然宣布喜讯，迎娶前超模，而且发文称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听到没有？没了你邓文迪，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样的啪啪打脸，邓文迪是如何还击的呢？他找来了年轻才俊的小提琴家 Charlie Sim， 在老莫婚礼当月携手甜蜜亮相巴黎时装周。这位 Charlie Sim 小邓文迪17岁，出身名门，父亲是挪威富商，他自个儿是著名的英国小提琴家，又因为长得太帅，被几个大牌拉去拍广告，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富二代。这次亮相可是给邓文迪赚足了面子，我邓文迪没了你默多克也很幸福，也很风光啊。从此至少是国内媒体纷纷就转向佩服起邓文迪，真是有一套，47了还能让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拜倒在石榴裙下。不过这个英国青年才俊只是一阵风般吹过，很快就没了消息。随后而来的匈牙利大帅哥才是邓文迪小鲜肉恋情的正品。这次亮相不久，邓文迪在一个生日派对上认识了小自己27岁的模特 Bertold Zoran。 他是匈牙利人，年轻高大英俊，被称为移动的荷尔蒙，帅的甩出那个布莱尔好几条街啊。当时他从匈牙利来到纽约发展不久，没什么名气，算是一个3线小模特。认识几个月后，小帅哥在自己的社交账户中就晒出了和邓文迪的合照，算是公开了恋情。然后两个人就大大方方的出现在各种场合，还多次被拍到非常亲密的照片。中外媒体见到这么大的瓜，都纷纷报道说 Bertold 就是邓文迪的 Toy Boy 男宠。不过人家两个人在一起看上去非常开心啊。邓文迪积极介绍这个小男朋友给自己的各路大咖朋友， Bertold 的走秀机会呢也越来越大牌。此外邓文迪还把他介绍给好朋友金刚狼，和他的家人一起游山玩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金刚狼和他老婆也是姐弟恋，老婆比他大了10几岁。可惜的是邓文迪和 Bertold 没能修成正果，两个人高调的秀了2年恩爱，故事就走到了尽头。2019年 Bertold 公布了新恋情，又是在社交媒体上，亲密照片加上幸福宣言，而且这回是年龄相当的美女。邓文迪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默认了分手，两个人从此各奔东西。这儿还可以再提一句，就是邓文迪离婚后呢，还被传出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恋情。我们觉得应该是子虚乌有啊，但是这个事儿呢，说来也挺有意思，大家姑且当听一乐哈。说起因是邓文迪带着女儿和闺蜜出海度假，正好闺蜜的游艇跟普京有点关系，于是这美国周刊就爆出猛料，说邓文迪和普京自从各自离婚之后一直在认真的约会，说二人约会的消息自2年前就开始了，还特意强调这可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啊。在这之后，英国的《镜报》、《每日邮报》和美国《名利场》等多家媒体就都进行了跟进报道，甚至连《外交政策》这样严肃的正经杂志都给掺和进来。普京呢，糊里糊涂的就成为了邓文迪的新欢。当然了，
两个人都对这个事儿予以了否认。不过咱们也能通过这个事儿看出邓文迪的实力，毕竟能跟普京传出绯闻的，那也不是一般人啊。邓文迪呢，真就不是一般人。你看看他20来岁就搞定了 Jake， 实现了出国梦，然后是郎先生，文迪得到的是普通美国青年的晋级思路和途径，上了耶鲁的 MBA。再然后就是绝对不普通的默多克，邓文迪一路开挂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了呼风唤雨的国际名媛。你自己从前有过梦想，说我就是要嫁一个百万富翁吗？我觉得我从小在中国长大，因为很贫穷，然后很辛苦，我父母对教育特别严格，所以我觉得要有好的教育，以后可以做很多事儿。所以我觉得我好多现在的生活特别好，有好的先生、孩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是和教育分不开的。我去了耶鲁大学以后呢，就是开广了视野，然后见到他也有东西好谈。要是什么都没有的话，也没有谈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缘分了就。邓文迪借着这3个男人一路积蓄能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之后就变成了高端的消费者，身边不再有那些上了年纪的大佬，而是换成了赏心悦目的大帅哥。如今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前半生失去的，后半生不得及时行乐，加倍享用回来吗？这日子呀，真心挺爽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邓文迪呢？欢迎大家留言区讨论啊。对了，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M2 档案的主笔莫艾勒的电子书《风雨者》已经上线 Amazon 了，里面包含24篇经典案件，其中大概1/3是没能做成视频的精彩故事。想要一睹为快的朋友们，可以用 Kindle 搜索繁体字《风雨者》购买。谢谢大家，咱们呢，下期再见。